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晚间新闻。今天是美东时间11月10日，星期一。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川普支持政府停摆协议，接见叙利亚临时领导人；审运未演先热，法国售出17万门票，70%告罄。中国流感疫情升温，抗病毒药物需求暴涨。国有器官多伦多放映，主流观众表示必须制止反人类罪行。您正在收看的是新唐人晚间新闻，在美国纽约总部为您播报。美国总统川普周一宣布，他将支持即将通过参议院的政府停摆协议，并且表示该协议非常好，将让政府快速重启。周末的时候，川普总统就宣布计划用关税收入向美国的中低收入公民每人发放$2000的支票。而据财政部的数据，今年以来关税收入已经达到$1950亿。另外，川普还在周一接见了叙利亚的临时领导人，这是叙利亚自独立以来第一位造访白宫的国家元首。下面请看本台记者张亮发自白宫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周一表示，他将遵守目前正在参议院审议的政府停摆协议，并称呢这项协议非常好。川普指出呢，协议将迅速地让政府重启，同时恢复此前已接到裁员通知的联邦员工的职位，并防止类似裁员再次发生。此外呢，他也计划以关税收入发放$2000的股息，并表示呢，政府重新开放后呢，空中交通将比平常更顺畅。Based on everything I'm hearing, they haven't changed anything, and we have support from enough Democrats, and we're going to be opening up our country. It's too bad it was closed, but we'll be opening up our country very quickly. 在国际外交方面，川普周一接见了叙利亚临时领导人埃哈迈德·沙阿拉。川普政府呢也已解除对叙利亚的多项制裁，并承诺协助呢推动永久取消对叙利亚的人权相关制裁。川普的外交行程呢引发部分国内政坛人士的关注。共和党乔治亚州众议员马乔丽·泰勒·格林认为，川普过多专注国际事务，应更多的关注国内民生，例如呢食品价格问题。对此呢，川普说 I have to view the presidency as a worldwide situation, not locally. 川普进一步说明，他在任内已结束多场海外战争，并利用外交谈判和关税政策呢改善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Without tariffs, this country would be in such trouble, as they were for many years. That's why we owe $38 trillion. And so, if that were ever reversed, it would be a disaster. Frankly, it would be a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for our country.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亮、易兴，美国白宫报道。周一晚上6点左右，美国参议院启动了一个最多可达9次的连续投票程序，有可能通过一项重新开放联邦政府的拨款法案，力求在政府停摆第41天结束僵局。然而，航空管制系统的混乱仍未平息，全美国2700航班取消，1万航班延误，数百万的旅客行程受到影响。10月9号。美国国会以60比40票表决通过拨款法案，这项举动是结束政府停摆的一个关键特征。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周一表示：“我们漫长的国家噩梦即将结束。” You know how I think, but it's after 40 days of wandering in the wilderness and making the American people suffer needlessly, some Senate Democrats finally have stepped forward to end the pain.It appears to us this morning that our long national nightmare is finally coming to an end, and we're grateful for that. 美国航空公司协会表示，自10月1号政府开始停摆，人员配备问题已经扰乱了400多万乘客的出行计划。政府停摆迫使13000名空中交通管制员和5万名运输安全管理局特工处于无薪工作状态。周日，美国航空公司取消了超过2700个航班，超过1万次航班延误。这是美国政府停摆以来单日航班中断最严重的一次。周一，美国总统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表示，所有空中交通管制员必须立即复工，任何不复工者都将受到大幅扣薪。对于那些伟大的爱国者，在政府停摆期间，
没有请假的空中交通管制员，我建议每人发放1万美元的奖金。We were supposed to fly out of New York Airport yesterday at LaGuardia at 5 o'clock, and we got delayed until 9 p.m. And then they canceled the flight and sent us here to reroute through Denver to get to Iowa. We've been here for 3 days because of planes. That shouldn't be happening. 10月27号是美国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感恩节，同时也是美国1年中经济最旺盛的时期。如果在感恩节前夕仍无法解决交通管制员大规模无薪工作、人手短缺的问题，将会影响到数百万人的出行计划和第4季度的经济增长。新唐人电视台实习记者应翔综合报道。美国司法部赦免办公室在过去的周日表示，川普总统已经赦免了多名挑战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的知名人士。下面请看本台记者的报道。特赦文件列出了77名个人，其中包括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律师西德尼·鲍威尔、律师兼法律学者约翰·伊什曼、川普前顾问鲍里斯·埃普施泰恩、前白宫幕僚长马克·梅多斯等，他们被指控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川普总统表示，他已授予这些人完全、彻底且无条件的特赦，以终结一场在2020年总统选举后对美国人民所犯下的严重国家不公，并继续推动国家和解的进程。因为在川普这个特赦令里面，他其实特意提到了这么一句：与此类似的其他的相关的行为也都可以得到特赦。去揭露大选舞弊这种行为呢，它可以起到一种强有力的支持的作用。大家不要担心，不要怕受到这种政治报复。当司法出现了问题的时候，行政权力可以进行补救、进行制衡。早前，数百名在2021年1月6号美国国会大厦骚乱中被指控的川普支持者也获得了全面赦免。因为2020年的大选充满了争议，到现在这个问题都还没有解决。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整个美国激进的一些思潮的影响，整个的司法系统也好，整个美国社会也好，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对美国社会走向的矫正，它应该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尽管这次赦免人数众多，但是这77位人士并没有遭到过联邦层面的起诉，因此赦免更多只是具有象征意义，并阻止政府未来对他们发起起诉。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于良上镜纽约采访报道。接下来，请您收看本期的美国聚焦。周一，英国广播公司主席萨米尔·沙阿就编辑美国总统川普演讲的判断失误公开道歉。这起争议导致 BBC 新闻总干事蒂姆·戴维和新闻首席执行官戴博拉·特内斯已经在前一天辞职。The apologizing is for the way the team edited President Trump's speech to his supporters on January the 6th. 周一，就在美国退伍军人节的前一天，副总统万斯与夫人尤莎前往马里兰州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探视现役军人、退伍军人和其他的服役人员。Thank you all, guys. We're very proud of you. We're grateful for your service, and just keep on getting better. Okay? Absolutely. Yeah. Thank you all. 周一，2名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上周秘密访华，与中共官员讨论芬太尼走私和执法合作的问题。据悉，帕特尔在上周五抵达北京，并在周六举行会谈。这次访问发生在美中2国元首峰会之后，当时双方都强调在打击毒品走私上达成共识。目前，美中2国政府都没有对这项访问做出正式公布。纽约州中城市的善良扶轮社在周末举行了第2届穿出成功活动，将社区中心改造成一间临时的服装店，免费提供西装、洋装和冬季外套，帮助居民应对生活所需。然后这些衣服和大衣，还有日用品，都可以给我们社区的人，都是免费的。社区的人他们只要来看到这些东西的话，他们喜欢的，他们就可以带回家。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尚金奥利弗纽约采访报道。2026年神韵艺术团的世界巡回演出在法国站的演出未演先热。据主办方介绍，到目前为止已经售出了17万张演出门票，而且有7座城市的票房已经售罄。同时，2027年的演出门票也已经开始发售了，短短几天就售出了3300多张。下面请看报道。
跟去年相比，2026年神韵法国巡回演出规模进一步扩大，预计15个城市将吸引约25万名观众，其中5个城市在9月就已经售罄。到今天11月7日为止，我们总售出了17万150张吧，所以到现在我们已经卖出了超过2/3的票，到9月底就售空了5个城市。那这5个城市呢是里昂、图尔、南特、Aix-en-Provence、鲁昂。如果要算上到现在的话，再加上利莫尔跟阿面，其实7个城市都售空了。法国各地民间协会、俱乐部及旅游公司组团观赏神韵已成为常态，2026年更是热潮再起。今年我们主办方票房已经有了24000张团体票，要按一个团40-50人算的话呢，24000个观众的话呢，我们基本上要用500辆大巴车才能容纳这么多人，对我们真的是很有鼓励性的，信心十足吧。据主办方介绍，现已开启2027年神韵票房，比2026年再添3成。那现在我们已经开了7个城市，里昂、图尔、南特、鲁昂、利莫尔、阿面，还有伊贝内。到今天为止也一样，我们已经卖出来3300张那个2027年的票。11月4号那天，突然间下午有一个公司订了490张2027年鲁昂7场里面的票。11月期间，在法国1台、2台、3台、5台等12个电视台都可看到2026年神韵演出的信息。想要购票的朋友，请点击神韵官方网站。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陈完燕，法国巴黎采访报道。广告之后，您将收看到中国流感疫情升温，抗病毒药物需求暴涨。近期，中国流感疫情急剧升温，甲型 H3N2 病毒快速扩散。奥司他韦生产企业透露，公司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生产。专家提醒，流感病毒多重感染风险上升。10月10日，中共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本轮流感高峰预计在12月中下旬到明年1月初出现。监测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流感活动处于上升阶段，其中甲型 H3N2 亚型病毒占比超过95%，另有少量 H1N1 及乙型流感病毒同时流行。在重点医院的急诊中，流感已经成为最主要的传染性疾病。随着流感升温，抗病毒药物需求暴涨，包括奥司他韦生产在内的企业透露，从10月中旬以来，药品销量持续上升，部分药企已经实行24小时的不间断生产。同时，越来越多的 RNA 聚合酶抑制剂药企也表示，正在加紧商业化生产，全力保障市场供应。加拿大中医学院教授刘医生了解到，目前中国流感疫情确实非常严重，老年患者中大约有6成出现严重的肺部感染，也就是俗称的大白肺。很多老人家不是单纯的一种病原体感染，它是很多是混合感染，除了这个流感病毒之外，它继发了其他病毒的感染。那你单纯的一种这种抗病毒药，可能呢也不是说就是特效的，所以呢还是不能完全掉以轻心的。日本冈山大学医学博士甄立学认为，中国流感蔓延不仅和病毒传播有关，也跟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和医疗条件糟糕、劣质药、假药等多重因素有关。从这个新冠以来吧，就是一直这个各种各样的流行病啊不断，这种情况下，人的免疫能力必然是处于一种混乱状况，是吧？容易感染，叫流行病学叫易感人群，这种流行规模就会增大嘛。专家提醒，当前流感形势严峻，应该及时做好防护，特别是老人和儿童，出现发热、呼吸困难等症状时要尽快就医。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运秋月采访报道。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洛杉矶部分华人在蒙特利公园市举办中共100年暴行展。他们表示，中国百姓是受害者，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本次举办的中共100年暴行展共展出包括中共强拆对新疆、西藏人民及对法轮功的迫害等20多个展板。中共它这个政权就相当于是这个癌症、癌细胞，老百姓包括那边的土地那边的人，大部分就是正常的人细胞。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个癌细胞给它清除。
他们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等人权的迫害非常严重，而展出的内容只是中共暴行的沧海一粟。2016年，国际肝脏杂志发了李兰娟的丈夫郑树生关于563台肝脏移植手术所做的这个论文。然后我这个时候才开始真正的去考虑到，如果不是大量的活摘器官，它的器官的来源能够说清楚，他为什么不去说呢？有华人民众看完展览后表示要跟中共断绝关系，这个就直接证明了中共是一个很专政的政府，高压政府，不让民众自由发声，不给民众言论自由，希望他早点倒台，退出之前加入过的少先队员。我是彻底的认识到中共邪恶的无药可救，不要想改良它，不要想它有任何的改正和进步。我们对中共唯一的态度只有一个，就推翻它。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杨洋、林永峰洛杉矶采访报道。广告过后，您将收看到国有器官多伦多放映，主流观众表示必须制止反人类罪行。欢迎回来。近日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获奖纪录片《国有器官》在加拿大多伦多放映。影片聚焦中共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引发观众对人权、医学伦理和道德底线的深刻反思。11月7号，加拿大获奖纪录片《国有器官》在多伦多大学放映。影片通过军医、监狱武警、法轮功学员及受害者家属的第一手证词，证实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活体摘取器官是国家行为。影片中揭露的罪行令观众深感震撼。It's the systemic annihilation of a people for a cultural, a religious, a spiritual affiliation. 太可怕了，对每一个家庭都是一生的这种巨大的创伤，甚至把一生都毁掉了。一定要把它揭露出来。放映之后，观众透过与主讲嘉宾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以及持续恶化的中国人权现状。中共这个活摘器官是在挑战人类对于人性的极限，他们是在践踏生命。每个人都不安全，每个人都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的，没有人有安全感。中共的本质就是魔鬼，它是反人类的。中共呢就必须得灭亡，必须得灭亡。观众纷纷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这一反人类罪行。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have to put a stop to this. This is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They should be held accountable. We can look at our Canadian Society of Transplantation to share awareness and then look more whether we can do anything in terms of laws. And provincially, we can certainly deter at least Canadian citizens from embarking in this. 新唐人电视台多伦多记者站采访报道。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在2025年剩余时间里，川普政府不会通过直接存款或邮寄支票发放任何救济款项，也没有2026年的发放计划。下面请看今天的财经快报。周一，根据国会传出的消息，联邦政府有望于本周五前开门。参议院修改后的拨款法案将为政府持续拨款到明年1月30号，为食品券、军事建设和退伍军人服务等拨款到本财年结束的明年9月底。受此好消息的激励，全球股市普遍上扬，投资者为美国即将结束历史上最长的政府停摆而情绪高涨，美国国债殖利率因此上涨，美元走强。周一，丹麦制药商诺和诺德的股价上涨，美国制药商辉瑞的股价高开低走，减肥药厂 Metsera 的股价则暴跌了15%。上周末，辉瑞跟诺和诺德一起出价100亿美元竞购 Metsera， 而 Metsera 最终宣布花落辉瑞，以避免加盟诺和诺德可能带来的反垄断调查。该并购计划预计在11月13号完成。美国阿拉斯加再次出现采矿热，而这次不是淘金，而是在废弃的金矿中寻找之前丢弃的金属锑。金属锑广泛地应用于国防军工领域，是硬化子弹外壳和加强穿甲弹所必需的原材料。从1980年代起，因为中共出售的锑等稀土金属价格极低，美国便废弃了之前的矿坑和加工厂。今年，中共发起稀土战，要挟全世界，美国国防企业因此出现了锑金属供应短缺的情形。
因此，挖掘金属 T 成了眼下的一个热门行业。广告之后，您将收看到双钻竞艳，梅龙蓝钻与闪耀玫瑰领衔秋拍。节目的最后，我们去到瑞士，在日内瓦本周迎来了2场瞩目的高端珠宝拍卖。佳士得与苏富比分别推出罕见的梅龙蓝钻和闪耀玫瑰的粉钻，估价高达2000万到3000万美元，吸引了全球收藏家的目光。重达9.51克拉的梅龙蓝钻首次登上拍卖舞台。这颗泪滴型蓝钻色泽浓烈均匀，切工精致，估价介于2000万至3000万美元，将于11月11号佳士得秋季拍卖会亮相。This 9.51 carat fancy vivid blue diamond, formerly belonging to Rachel Lambert Mellon, Bunny Mellon, the famous American icon and philanthropist, and the wife of Paul Mellon from the Mellon banking dynasty in America. 另外，苏富比还将在12号推出一颗10.08克拉的粉钻闪耀玫瑰，估价高达2000万美元。这颗粉钻色泽柔和纯净，取自2023年安哥拉开采的21克拉原石，是近10年仅3颗超过10克拉的赝采粉钻之一。It's very exciting when you have any pink diamond coming up for sale at auction, particularly one of this size being over 10 carats, and it's nearly flawless as well, which is very rare because quite often these stones can have visible impurities, but this one you can't see a thing. 苏富比还将拍卖多件历史藏品，包括据信是拿破仑1804年加冕时佩戴的祖母绿宝石，以及他在滑铁卢战役撤退时遗落的钻石别针。新唐人电视台实习记者宁修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晚间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